黑金根据台湾轰动一时的周仁参电完毕案，拥有数万名信徒的大师宋七力以及台湾黑社会教父罗福柱等事件改编而成，首次揭露了台湾政商界的黑暗一角。影片开头，台湾松林帮帮主周朝先和政界侯部长勾连，成功竞选立法部委员。为了安抚落选的另一位头目宗树，侯部长提议周朝先拿出2000万作为补偿送给对方，同时准备好钱打点上演。这无疑是堂而皇之的卖官鬻爵。周朝先是台湾有名的企业家，个人资产高达30亿，名下拥有大小38家以电玩城为掩护的地下赌场，生意红火，日进斗金。这些钱中有一半都用来收买台湾政界各色人物，为他的事业保驾护航。如今更是打算踏足政界。这些年，调查局干事方国辉一直紧盯着周朝先，他为人精明干练，嫉恶如仇，对铲除周朝先这颗毒瘤势在必得。方国辉和手下华树堂、美丽、倪建国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深入周朝先的电玩城进行监拍取证。电玩城乌烟瘴气，鱼龙混杂。方国辉勘察一圈后，确信这里全都是赌博电玩。他打电话给辖区公安，要求立刻出警，对方却表示刚对电玩城做过例行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所以拒绝出警。方国辉只得谎称这里有人贩赌。紧接着，倪建国和美丽使用会员卡进入更高一级的赌场，然而还没等侦查出什么，就被赌场的人发现。他们火速将赌博版面置换成游戏，并抓了2人审问。此时接到报案的警察来到赌场，收了礼品，装样子便打算离开。方国辉将双方行贿受贿的场面拍了下来。不多时，东窗事发，3人在华树堂的指挥下顺着下水道逃了出来。此时，周朝先正在和生意伙伴享受生活，做足底按摩。俗话说得好，盲精哑，赌博爱现。但眼前这个盲人技师却不怎么聪明，一边按脚一边说周朝先肾不好。旁边的小姐们笑了起来，技师还在喋喋不休。殊不知周朝先已经变了脸色，他拿出夹核桃的工具夹断了技师的手指，接着又吩咐手下将人带去厕所，让他明白什么叫严重肾亏。不久后，方国辉整理相关证据后，将周朝先告上了法庭。周朝先支持者众多，他好像不是上法庭，而是出席宣讲会。庭审现场的听众因为他的到来起身鼓掌，这一场似乎注定了败局。周朝先手眼通天，早就收买了庭审的法官，最后被无罪释放。方国辉几人垂头丧气地离开法院，女记者林飞追上他的车子，鼓励方国辉正义可能迟到，但早晚都会到。方国辉回到家，准备好晚餐后，给爸爸打去电话，问他今天客人多不多。方父是个出租车司机，为了儿子的婚姻大事可谓操碎了心，拉客人的标准是适合做自己儿媳妇。不久后，善源山庄举办了义卖灵骨塔的拍卖会，主持人是信徒过万的宋妙天大师。来参加义卖会的都是政商两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也包括周朝先和侯部长。而侯部长的老婆赵牡丹正是善源山庄下属慈善机构济世会的会长。每一个灵骨塔的底价高达30万，周朝先认捐了10个，最后付了6000万出去。可见这场义卖会不过是政商两界的交易现场，6000万是周朝先买提名的打点费。经过方国辉几人的调查，周朝先不久前曾和营建署副署长打过2次高尔夫，似乎有意和德昌建筑的林董竞争政府工程。林董近来也常常遭到恐吓，一切显然是周朝先所为。警察局已经被他收买，林董投诉无门，只能抱着碰运气的打算向调查局检举。方国辉几人提出让林董做卧底打入周朝先内部，林董起初不想惹祸上身，但面对周朝先无休止的恐吓，他不得不为家人搏一次。不久后的一天，周朝先召集几位商界巨头在茶园商议滨海工程一事，林董也受邀前往。大佬们先后到场，有一位因为堵车晚了些，周朝先不愿再等，他命人将凳子搬走。在他眼里，这些人还没资格让他等。迟到的那位又是作揖又是道歉。周朝先问他开的什么车，男人满头是汗的说马自达。周朝先出言调侃，大家的奔驰和劳斯莱斯都没有堵车，他开着马自达不仅会堵车，也根本没有资格坐在这里。男人不敢反驳，见没了位置，只能悻悻离去。会议开始，周朝先开门见山，滨海工程他势在必得，现在打算拿出4000万，每家分500万，希望大家帮帮忙，收了钱不要和自己争。刘董表示反对，这个工程净赚7个亿，就分他们这么点恐怕不合适，有了出头鸟就有人跟票。周朝先见状，将500万提到700万，并表示这个工程的第2手由乔武和刘董承包，这是周朝先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他环顾一圈，问大家谁赞成谁反对，刘董又是第一个反对。话音刚落，就被周朝先一巴掌打飞出去，这招杀鸡儆猴让众人捏了把汗，他们纷纷表示赞成。周朝先将林董留下，发现了他手机里的监控设备。林董见状，从怀里掏出枪，察觉大事不妙的方国辉几人迅速前往支援。林董此时已经被五花大绑在窗口，周朝先放出一群凶恶的狼狗，带着自己的人扬长而去。一番人狗大战后，方国辉救下林董，逃出升天。通过这次的调查，方国辉有效阻止了周朝先接手滨海工程，营建署也宣布工程将被冻结3个月，直到内部审查结束后再招标。报道这一新闻的正是林飞，他和方国辉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两人也顺理成章结识。官商勾结工程围标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上面也准备将提名给周朝先的对手丁宗树。周朝先的8000万算是打了水漂，
侯部长将他痛斥一顿，表示这些钱花得不冤枉，自己为了压下这件事不知道出了多少力，让周朝先不要摆脸色。周朝先人在屋檐下只能咬着牙感恩戴德了一番，但这些账他都记在心里，有朝一日会回头清算。侯部长除了贪财还好色，常和宋妙天勾结迷奸女信徒，偶有闹出人命的时候，宋妙天就负责善后。工程案过后不久，方国辉就遭到了周朝先的报复，他利用关系网将方国辉停职。与此同时，所有和周朝先相关的调查资料也被封存。看到方国辉郁郁寡欢，林飞决定帮他。他利用记者身份采访了法务部冯部长，希望能就司法战士方国辉被停职一事做出回应，还将方国辉写的一封信代为转交给了冯部长。此时，周朝先也在为立法委员提名做努力，既然没办法靠侯部长，那就只能靠自己。周朝先和丁宗树的竞争愈演愈烈，整个台北都成了他们的战场，甚至引发了一场特警到场都无法阻止的计程车司机暴动，两人的博弈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最后，警察署长不得不求助手眼通天的周朝先，请他帮忙摆平这件事。殊不知眼前这位就是始作俑者，周朝先救世主般出面平息了风波，还宣布自己会对事件中受伤的人员提供援助，借着这件事立了人设出了风头。纵使长夜难明有人舍命燃灯，值此乱象丛生之际，冯部长约见了方国辉，开门见山表示让他放手去做，自己一定会全力支持。方国辉官复原职，带着自己的人马继续调查取证，对抗黑恶势力。宋妙飞察觉最近总是被人跟踪，侯部长为了自己的事不暴露，准备杀人灭口，同时一心扶持丁宗树的他也和周朝先成了对头。这天，调查组的人跟踪宋妙飞来到夜市，被侯部长派来的人袭击，小组成员倪建国当场身亡。侯部长祸水东引，将这件事套在了周朝先身上。丁宗树也抓住这一点疯狂抹黑，还当街将他老婆是小姐这件事拿出来说。然而这件事却没有对周朝先造成影响，他最终还是顺利当选了立法委员。林宗树也遭到了惨烈的报复，方国辉不得不加快进度，他从宋妙天入手，将近来的调查结果摆在他面前。宋妙天除了迫害自己亲弟弟当他的分身之外，还伙同丁宗树贩毒。终于，在方国辉的非常手段下，宋妙天同意转做控方证人，并帮忙搜集周朝先的罪证。这天，周朝先和立法部的其他委员聚在一起，商议共同对抗台湾政府出台的新法令。方国辉几人则在宋妙天的掩护下进入了周宅，成功拿到电脑里的重要资料，并顺利逃出了宅子。这些铁证能将周朝先定死，事关重大。上面为了不被牵连，让侯部长出面软禁周朝先，谁料对方早有准备，抓了侯部长，将他吊死在飞机上泄愤，随后便准备逃离台湾。30多辆规格不同的车护送周朝先逃离，魔高1尺道高1丈。方国辉驾着直升飞机拦住了众人的去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火拼，公路上乱作一团，火光和浓烟中充斥着爆炸声和枪声。周朝先的老婆小香被压在车下，周朝先不顾一切想将她救出，方国辉也上前帮忙，终于在车子爆炸前将人抱出。方国辉将昏迷的小香放在空地上做心肺复苏，然而最后却是徒劳无功。周朝先痛不欲生，他心狠手辣，无恶不作，小香是他唯一在乎的人。名噪一时的台湾一霸被拘捕，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不久后，方国辉和林飞成婚，并宣布竞选台湾市长，为正义打开一扇大门。